在结束对朝鲜访问后，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凌晨乘专机抵达越南河内继续访问。这是普京自2017年以来首次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他第5次到访越南。抵越之前，普京在越共机关报《人民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感谢越南对于乌克兰问题采取慎重立场，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加强与越南的双边关系发展合作。当天，普京还与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普京此访继续推进向东看政策，与亚洲国家强化关系、深化合作，出于何种考虑？来看报道。20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乘专机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开始为期2天的越南国事访问。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越南政府副总理陈洪和等到机场迎接。越南方面高度重视普京来访，而这也是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于上月22号正式就任后的重要外交亮相。深圳卫视注意到，河内街道挂满越南和俄罗斯国旗，普京专车开往越南主席府沿途，当地学生民众挥舞着俄越2国国旗夹道欢迎。苏林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双方举行了90分钟左右的会谈。在当天下午的联合发布会上，俄越双方通过了关于深化2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此外，双方同意尽快研究和扩大新能源、清洁能源、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合作。双方愿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促进防务与安全合作。据美联社报道，普京与越南方面签署了扩大在教育、科学技术、油气开采和医疗卫生领域合作的多份协议。双方还同意制定在越南建设一个核科学技术中心的路线图。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企业准备与越南进行供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合作。他还称，能源是2国双边合作的战略方向。Это мирный атом. На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сооружение во Вьетнаме силами Росатома, Центра ядерной науки и технологий, а также подготов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офильных вузах вьетнам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атомщиков. 然后越南这个国家本身也是在我们说高速发展的这样的国家，它对能源的需求在不断上升。那么俄罗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能源开发的经验那么它可以帮助越南在这个方面能够取得一些就是越南想要的一些成果。所以我们看到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在这个军事和能源领域能够产生一些非常积极的2国来讲非常积极的一种合作的效应。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随普京一同访越的有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俄副总理、越俄政府间经贸和科技合作委员会俄方主席切尔内申科、司法部长、工业和贸易部长、交通部长、能源部长等多名高级官员。俄罗斯塔斯社认为，俄罗斯总统的国事访问不仅有助于提升双边关系，而且是外交访问的最高级别，这充分体现了越南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这是普京第5次访问越南，也是他再次就任俄总统后的首次。今年是俄越签署友好关系基本原则条约30周年，普京的来访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越南是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之一，在亚洲具有重要战略位置。长久以来，越南一直维持平衡的外交策略。虽然近年来越南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改善，但从未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队伍。普京此访既有巩固传统友好关系、拓展东南亚市场、扩大经贸、军工和远东开发等领域合作的意愿，也希望延续俄罗斯向东看政策，寻求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以打破或减轻西方国家对其施加的压力。不过，法新社分析称，河内不太可能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那样公开承诺在乌克兰问题上全力支持普京。多年来，越南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任何大国过于紧密，奉行所谓的竹子外交。竹子外交是对越南奉行的外交路线的总结，因为越南的竹子既柔软又坚韧。越南也希望自己的外交政策如竹子一般灵活创新，且不在任何国家之间选边站队。
我们现在看到，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这个俄罗斯现在在逐渐去寻找它的一些传统的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朝鲜，然后越南这样的国家，历史上来讲，从苏联时期我们就有着这个长期的交往的历史，然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也是非常的相近啊。那么对现在的整个世界格局的看法也比较相似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在逐渐走近。在越南前一站，普京高调前往朝鲜，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展开亲密互动，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据俄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到访朝鲜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赠礼物。金正恩收到了一辆新的奥鲁斯轿车、海军配件和一套茶具。俄方官员称，这是普京送给金正恩的第2辆奥鲁斯轿车。普京也收到朝鲜准备的厚礼。作为资深爱狗人士的普京，曾饲养多只由保加利亚、日本等多国赠送的拉布拉多、保加利亚牧羊犬、秋田犬。这次朝鲜也展开狗狗外交，金正恩赠送普京2只风山犬。风山犬是朝鲜的国宝之一，是一种拥有乳白毛色、尖耳朵和淡褐色双眼的猎犬，以忠诚和灵敏闻名。朝鲜中央电视台19号也播出一段金正恩和普京在玫瑰篱笆上与狗玩乐的画面。新加坡联合早报指，这并非朝鲜首次赠送狗给外国领导人。2018年，朝韩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期间，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也从金正恩手中收到2只白色的风山犬。虽然普京在朝鲜停留不到24小时，但此访日程丰富，成果显著。两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强调若任何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将提供协助。普京还表示，不排除开展俄朝军事技术合作。金正恩称，两国已升级为同盟关系。朝鲜方面还授予普京朝鲜最高勋章金日成勋章，而他在离开朝鲜时，虽然已是朝鲜的深夜，金正恩仍前往机场送行。值得注意的是，普京与朝鲜、越南的互动牵动了美国及北约的敏感神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就表示，普京访问朝鲜是要争取一些国家提供俄方所需，延续对乌克兰的战事，并警告我们希望确保在必要时能够让其承受代价和后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同一天称，俄罗斯与朝鲜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应促使西方更加团结。他还补充说，由于担心俄罗斯支持朝鲜的导弹和核计划，下月的北约峰会会加强同亚太伙伴的交流沟通。俄总统专机越南当地时间周4凌晨抵达河内，开启对越南的国事访问。管先生，您对于普京此访有何特别观察吗？普京是在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抵达越南首都的。那么他这一次访越呢，是应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的邀请，也是他时隔7年再度访问越南。就普京此访，越南驻俄罗斯大使邓明奎吹风表示，俄越两国将会推动在能源、工业和农业等领域来实现双边合作，并且拓展其他范畴的合作机会。本周呢，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会见俄罗斯驻越南大使时，也在强调说，河内始终将俄罗斯视为越南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合作伙伴之一。鉴于在普京访越的前一站朝鲜，俄朝全面合作升级双边关系的军事色彩可谓格外突出。朝中社今天公布了前一天签署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全文，有关朝俄如果处于战争状态，将会毫不犹豫提供军事援助的明确的表述，被普遍视作所谓自动军事介入的这个条款，它的回归再确认。我想这就意味着俄朝军事同盟关系的实质性的再确认。那么这样一个最新态势发展，尤其令韩国感到震惊。韩媒今天普遍是以危险交易来形容最新的条约，警告两个拥核国的全面走近与合作升级，正在动摇世界，尤其是东北亚的安全格局。朝鲜日报今天在标题中强调，这是超预期的协议，而中央日报则分析说，俄罗斯不排除向朝鲜专让这种战略武器技术，这将会足以撼动全球的安全。所以外界同样高度关切此次普京访问越南期间，双方会否在军事安全领域，尤其是军售上达成新协议。就传统而言，俄罗斯一直是越南军备的首席供应国，俄制装备占到越南国防武器库中的6到7成份额。那么越南现有的海军舰艇
更几乎是全部来自俄罗斯的进口。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越南防务问题的专家叫卡尔泰耶，他今天在接受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采访时甚至猜测，不排除在此次访问期间，俄越将会就俄制军备开展易货贸易达成相关的协议。但美方对于普京访越反应非常强烈，持续发生攻击，您对此又如何看呢？确实，普京访问越南让老美很不爽。无论是驻越大使馆还是白宫国安会，美方的批评措辞都相当严厉，甚至动言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为普京提供所谓宣扬侵略战争的平台，恨不得直接来出面叫停这一次访问。这在国际外交场合无疑是相当罕见的一幕。那么，美国作为全球霸权的嘴脸，毫不掩饰干预独立国家外交自主权的这种霸蛮，在最新的嘴仗中可谓是赤裸裸的展现无遗。美方对普京这次访问越南火大，内情呢可以说有目共睹。首先，美国现在正在以极限的制裁、各种的施压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围堵。美方显然认为普京正常外访，这是对美式围堵遏制的破功。那么更让华盛顿坐不住的是，越南现在是美国全力拉拢的对象。拜登总统去年也访问越南，两国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协议，这被视作是拜登经略印太、经略东盟的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但是呢，你弃之愈切，调门起得越高，现实冲撞的这种反弹与挫败感也就来得愈加的强烈。这大概是美方不顾外交礼仪、气急败坏喊话干预普京访问越南的动因所在。美式霸权逻辑搞阵营对抗就是4个字：非友即敌，绝无中间地带。对此呢，东盟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他们见的还少吗？上周，英国路透社刚刚爆料说，在新冠疫情肆虐世界之际，五角大楼曾经在2020年春天到2021年年中，也就是横跨了特朗普与拜登2个总统的任期，特别呢针对中国产的口罩、核酸自检包以及疫苗发起所谓的专项抹黑行动。请注意，为什么是五角大楼来出手呢？它的行事逻辑是基于战略竞争的需要，是反制美方界定的所谓恶意影响力行动。路透社爆料捅出来之后，五角大楼并没有直接否认，而是振振有词地解释，美国国防部展开反制敌方恶意影响力的系列的行动，这其中也包括所谓信息环境的行动。